《活侠传》大家应该都攻略完了吧？除了行侠仗义、快意恩仇之外，主角光是长相就非常符合游戏里面的政治正确，而且游戏里也能选择不攻略任何女主，不讲儿女情长，所以今晚我想来点。真香！哎呀，今天来聊聊《活侠传》里面兄弟你好香，男儿当自强的结局。在讲这个结局之前，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为什么大师兄这么令人难以自拔。从游戏开始的时候，大师兄就表示非常欣赏我们的贱脸，还有比脸还要贱的贱嘴。反骂大师兄也是个贱骨头，他会很高兴的增加了好感。就这样两个贱人惺惺相惜，情不自禁，在厨房许下了重要的约定，万一日后堂门倒闭，要一起组团去说相声。剑这个线索很重要，待会会用到。大师兄的支持和幽默让我们感到温暖，但赵火身为堂门的最后外姓弟子，平日的日子也是饱受欺负，除了砍柴挑水做饭通通要做，难得抽空去跟着团练，还要被比我们晚入门的入室弟子欺负，如果反抗还会被师弟丢进粪坑里面浸泡。赵火被霸凌之后，想着自己始终无法入室，得不到师门指点，段考的时候一定又会被羞辱，想着此生报仇无望，万念俱灰来到后山想要跳下去。就在这时，他来了，他带着4本武林秘籍跟唐门的暗器懒人包来了。这时如果你跟黑衣人说选择跟师父告状再复仇，大师兄就会忍不住说出暗号，你真是贱。在经过大师兄假扮的世外高人开导跟赠予秘籍之后，我们才有勇气在唐门继续待下去，准备段考。谢谢你，大师兄。江湖救急，恳请各位大侠帮忙按赞、订阅、分享，按下热推，开启小铃铛，感激不尽。在后山假扮高人之后，大师兄在变装癖的路上越走越远。毕竟江湖谣传大师兄可是玷污少女，还会在上面签名的大恶棍。唐不义3个字现在已经是一种骂人的艺术了。不过因为有大师兄的帮助，我们不但在段考中大获全胜，还可以到崆峒派当武林交换生，如今已经武功大进，今非昔比。现在已经可以跟大师兄联手对抗强敌了，人称唐门双侠，飞侠与丑侠。丑侠怎么听起来有点惨？就算在和大师兄联手与丐帮帮主激战的打斗中，唐门双侠还是不忘随时要说相声的初心。虽然被别人当作是笑就是了。在那之后，掌门重病，家里没大人。大师兄之前把飞石帮帮主的老婆绑走藏起来，至今下落不明。现在飞石帮来讨公道了，若是大师兄再不赴约，就要率众攻上唐门。所以大师兄要单刀赴会，还是要带可爱的师弟呢？很明显，在唐门中，大师兄最爱的就只有赵火了。拗不过大师兄指明要带我们去，唐门双侠这就出发去把飞石帮帮主的绿帽摘下来。慢慢的走了几日，终于到了决斗地点。飞石帮帮主一直认为大师兄把他的老婆金屋藏娇藏起来，而大师兄虽然知道夫人的下落，却为了信守诺言不肯交代。眼看大战一触即发，大师兄即将使出杀招，在场看热闹的乡民都已经就定位，心跳加速，屏气凝神，准备见证此刻历史。飞石帮帮主夫人再也坐不住了，终于跳了出来。原来当初是飞石帮帮主对老婆动粗，使夫人一气之下离家出走，碰巧遇到大师兄。大师兄把石夫人安置在慈云庵，并且石夫人还要求大师兄不能说出自己的去处。这一出场，瞬间就变成了剧情反转的关键。大师兄用计引诱夫人自己现身，既不违反当初的承诺，又能和飞石帮化敌为友。帮主夫人以为丈夫被杀，说出了藏在心里的真心话，夫妻和好如初。最后飞石帮帮主跟夫人都被点穴，动弹不得，夫妻相视而笑，和好如初。看热闹的乡民本来以为会有大场面，结果好戏就这样落幕了，不期感慨万分。乡民们觉得这剧情变化的太快，还没看过瘾呢。想要看更多精彩剧集吗？去 GoingBox 串流影音平台。GoingBox 提供创新的账号合租服务，以超低价格享受 Netflix、Spotify、Disney Plus、ChatGPT 等全球顶级串流服务。只要到 GoingBox 的网站，使用 Gmail 快速登录即可开始。选择你喜爱的服务和租期，租期越长优惠越多。别忘了结账的时候输入肉肉专属折扣码 RRDJ， 享受9折优惠。付款的方式也很多元，除了各大信用卡之外，还有苹果、安卓都有支援，还有在地的接口支付哦。
如果你刚好有这些需求，可以点击下方资讯栏，里面有肉肉专属连结，完成安全付款就可以马上获取账号资讯。顺利解决与飞石帮的恩怨后，终于踏上了回唐门的路。不知为何一路上接连遭遇许多袭击，似乎有人想要趁大师兄病要他命。每次遇到追兵，都是由护送我们回唐门的龙香和赵火猜拳决定谁来打发。这次杀来的是一个很弱的铁匠，这种事就不劳烦锦香宫鸡腿杀人魔出手了。又到了我们最爱的赞你娘亲环节，在我们帅气的合枣丁石灰粉跟喷一连串的脏话之后，简单的就把铁匠解决了。战斗结束之后，我们才发现铁匠早已身负重伤。原来铁匠认错人了，他之前在茶站被人毒害，追杀他的那个人跟我们长得一样丑。铁匠仔细一看，发现其实长得并不像，只是因为都太丑了，让人不忍直视，所以才认错了人。铁匠怀疑自己遇到江湖中传说中的千面魔人，我们则怀疑有人设局暗害，先向铁匠告别去追查真相。没想到一个转身，铁匠就遇上了真正的传说中的千面魔人。不久之后，唐门袭杀火焰山剑阁夺宝的传闻就在江湖中传开了。而大师兄和龙香这边，不出意外的话，马上就要出意外了。在踏入唐门的领地之后，他们放松了警惕，看到穿着唐门服饰的曹和，因为他和赵火长得很像，又穿着唐门的服饰，所以没有警觉心，心想反正已经到了唐门的地盘，再怎么样都不可能出乱子，就慢慢的上路了。殊不知刚刚的饮料里面可不只是茶水而已，一路都是敌人精心设计的陷阱。大师兄在回唐门的途中，遇到了刚刚受伤并被追杀的火焰山剑阁铁匠。在帮助他赶走追杀的敌人之后，铁匠临死前上演了一出烈士阵剑的戏码。没想到剑上有毒，龙香因此失去了战斗力。大师兄因为唐门内功用毒不怕毒，所以安然无恙，只能先让龙香服下唐门万灵丹解毒。此时真正的敌人终于现身，下火毒的是崆峒派的金乌上人。就在这时，赵火终于赶到，守护龙江运气化那丹药，转换内功，然后随后去帮助大师兄，一人对付一个敌人。我们的对手是大和尚金乌上人。终于又到了我们最爱的赞你娘亲环节，这边我超喜欢合枣丁这个设计，既能骂人还有攻击力，有一种求千尺的既视感。用嘴喷掉金乌上人之后，死胖子居然还能从背后偷袭。走别线可以发现，其实他是瘦子假装成胖子，表面上是个大胖子，实际上披着人皮衣，见势不妙的时候就金蝉脱壳逃走。但我们实力越来越强，击退了追兵，还得到了大师兄的认可。正在打去刚刚大师兄对上的女飞贼美不美，却还是不可避免的踏入幕后黑手一连串精心设计的陷阱。就在这时，青城派的生屠龙突然出现，就像使用了吸金大法一样，开始吸取内力。曹和对大师兄下的散功药发挥了作用，导致大师兄无法凝聚内功，赵火武功不够，根本无法反抗。两人苦心修炼的内功，源源不绝地被吞天宝剑吸走。更过分的是，生屠龙还骂赵火是个丑陋不堪的俗物，不配习武为侠，强制征收内力。就在内力即将被吸干的时候，赵火想起自己为了练功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在初入唐门之时，就被唐门众弟子嘲笑，根骨不佳，始终无法当入室弟子，只配在厨房打杂，而且还无家可归。想起那段在唐门受尽屈辱的日子，直到在后山遇到大师兄，才知道真正的敌人并不在唐门，欺负我们的人是这个以貌取人的江湖。如果不能自立自强练好武功，事情会一再的重演。勤学苦练，加上大师兄传授唐门暗器心法，还有别派的武功秘籍，终于在段考的时候扬眉吐气，让世人不敢小看自己。在唐门学不到武功，就努力争取去其他门派留学。一切的一切都是自己努力来的，而已还要受人掠夺。大师兄用尽最后的力气，使出唐门最强的绝招飞燕流星铃，
虽然暂时脱离了被吸干内力的风险，但他的内功已经被化去大半，无法一击必杀，反而被申屠龙打到吐血。这场针对大师兄的阴谋诡计，不仅让同门师弟在茶水中下毒暗害，更是大胆的在唐门不到10里内埋伏，踏上唐门自己的地盘，警惕之心也会特别的松懈。青城道是以降妖除魔为己任，但申屠龙压根不相信世界上有妖怪，唯一一次信念动摇是碰见灶火的时候，他当时害怕极了。但眼前出现的申屠龙不仅不害怕妖怪灶火，反而还吸他的内力。眼前的申屠龙其实是极乐教主李仁友以九转轮回大法夺色肉身转生从事，令人不可置信。这次处心积虑设计大师兄是为了一件大事。就在这时，龙香撑着中毒的身体来救援。申屠龙从他手中的天伤剑认出她是上一次宿敌龙渊的女儿。申屠龙转世也是因为败于龙渊之手，夺色转生，取名申屠龙就是要图龙渊之意。然而千灯楼的情报似乎有意隐瞒，申屠龙以为龙渊已不在人世。最后申屠龙自觉下毒在先，即使恻了眼来令龙香心服。他认为大师兄与赵火必死，目的既已达到，就此撤退。但龙香也余毒未清，体力不支倒下。难道3个人要一起死在唐门前吗？就在内功即将散尽，灯枯有尽之际，大师兄却还是想要跟我们说一些干话，意图让人死得不安宁。赵火说自己死了，家里会没人悼念，叫大师兄把师兄弟烧的纸钱分一半。这个冷笑话让大师兄喷出了最后一口老血。大师兄一直问我们是否快要死了，一直吵闹，本来快死都被他吵活了。大师兄临终前要我们闭上眼睛，传授我们一套心诀，不能救命的那种。大师兄要我们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回到后山，天还没亮，趁着凉风在喝酒，就像从前一样。酒是什么酒呢？是大师兄藏起来不让喝的猴儿酒。大师兄难得大方，要我们去拿私藏在山壁3丈高、风雨不侵的凹陷处，藏着大师兄最宝贝的猴儿酒。拿到猴儿酒，干杯，满满装上。虽然流浪在外，但心却已经到家了。此时大师兄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交代我们既然不逃，就要逆风而行，挺身而战。世人都说唐门人才凋零，可是哪里没有唐门栋梁？时势造英雄，江湖才不会管你准备好了没。大师兄将唐门托付给赵火这个外姓弟子，接下来换我们主演，大师兄会在台下替我们喝彩鼓掌。说完，大师兄就消失了。劝君经趋之，满酌不虚迟。花发多风雨，人生逐别离。用名贵的金曲汁满盛敬酒，满满斟上，请不要推迟。花开会经历多少风雨，人的一生更多经历别离。要救活大师兄有几种方法，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不过最简单的就是我这个了，直接祈求桃花仙瑞幸。无论如何，希望大师兄能活。扣除10点命运点数，为赵火摘下星辰。醒来的时候已经身处于唐门，师兄师妹都在身旁。询问大师兄的下落，周围的人哀伤的神情已经说明了一切。三师兄告诉我们，大师兄已经回家了，等建养好之后，可以去后山祭拜他。龙香赶在眼泪滴下来之前全数逃开。大师兄与唐门先列葬在一起，墓碑写着飞侠唐不依长眠于此。明明放晴，却只有唐门阴云密布。人生如萍，聚散不定，谁能保证明天一切如故？大师兄在传授不能救命的心诀时，我们一起分享的猴儿酒，不知道是不是梦。不过现在内力全失，一不小心就会摔死。这边摔死，游戏就结束了。山壁中凹陷处真的藏有大师兄的猴儿酒吗？真的有猴儿酒，看来一切并不是梦。之后在唐门的日子依旧，偶尔去厨房下厨，内功也透过打坐恢复了。闲暇之余，做一些招募文宣，诱骗对武林充满憧憬的无知乡亲们。终于又到了唐门的最后一夜，武林盟在山下聚集，陆续有可疑的陌生人来到梅山镇打听消息。敌众我寡，敌人至少有2-3千之众，看来又要完蛋了。不过已经答应要跟大师兄一起守护唐门了，只好接着干下去了，跟唐门共存亡。
在唐门的最后一天，学着大师兄的样子，带着应该要用功练武的师弟妹游山玩水唱山歌。武林盟一战，如果侥幸存活，今天就会成为师弟妹们在唐门最珍贵的回忆吧。最后武林盟还是攻了上来，唐门被诬赖成魔教，所谓名门正派通通杀上门来。唐门中人个个视死如归，还能谈场死了都要爱的唐门爱情故事。武林盟以多欺少，十分下流，在师弟妹的掩护下，赵火成了全村的希望，准备去单挑武林盟主。小师妹这时候已经嫁给武林盟主瑞生，不过这个存档小师妹不重要，把你剪掉。终于又到了我们最爱的赞你娘亲环节。这个存档是游戏刚开的时候还没有弱化 ，SL 大概10几次才打赢，差点给这个游戏负评。尤其是李富贵在旁边偷放2回合的恐惧，打到差点摔电脑。终于打赢武林盟主了，把他打得跟我们一样丑。只要 SL 够多，游戏再难也能通关。打赢武林盟主之后，各路路人侠出来嘴炮攻击，骂我们长得丑，凭什么可以打败武林盟主？应该要去死才对。正派大侠污言秽语不断咒骂，却没人敢提兵器上前挑战。突然，大批难民涌入战场，请求武林盟帮忙。一问才知道，西夏已经借道金国进攻。难民们从明州一路逃到梅州，一路上官兵都将难民当成极乐教奸细拒之门外，死活不肯收容。听说蜀中唐门有堡垒可以容人，所以难民们才来唐门这边寻求帮助。这话讲的路人侠们无言以对，他们才刚把这全村的希望打掉，唐门已经没人了。武林盟路人侠告诉难民，唐门已经不在了。国难当前，该是这些武林盟路人侠表现的时候了。没想到所谓的江湖侠士追求潇洒，快意恩仇，只想当天下第一，完全没有保家卫国的决心。武林盟的溃败给他们最好的借口，围攻唐门剿灭魔教可以，但想上战场没门。很快一溜烟，所谓的正道侠士都鸟兽散了。如果西夏伐宋计划最开始就被唐门堡垒挡住，那伐宋计划自然就失败了。申屠龙使连环计追杀大师兄的原因，就是干掉唐门武功最好的大师兄，让唐门覆灭，方便西夏伐宋。之后，蒙古西征放慢了攻金战略，因此金、西夏化敌结盟，火速发兵袭宋。3度迁都之后，退无可退，官家终于在崖山投海自尽，大宋灭亡。几年后，说书人在乡间一间茶坊，和众人说着武林盟、唐门跟宋朝灭亡的故事，人们才知道已经改朝换代。如果武林盟侠士没去打唐门，也许历史会不一样。在乡民们看来，魔不魔教并不重要，为了打而已，害人害己，国家都没了。一般百姓为了生活砍柴砍到手长老茧，而武林盟整天逞凶斗狠，受人唾弃。说书先生精彩地讲完最近江湖上发生的事情，居民也意思打赏了一些小钱。转身，说书先生就开始点酒喝了。小摊老板正是说书先生口中打赢武林盟主的赵活，隐姓埋名在乡下深山中开小吃店。自从武林盟围攻唐门一战之后，赵活便隐姓埋名在这。旁边的人只知道他叫小赵，没有家人，连过年都是一个人过。说书先生很热情地邀请赵活去他家过年，完全看不出来眼前这个人就是刚刚自己口中大战过武林盟主，而且还获胜的唐门丑侠赵活。送走热心的说书先生后，赵活想着也该回唐门看看了。忽然一个戴斗笠的客人直接说我们铺子烂透了，迟早会倒店。转身看这个臭嘴客人，怎么看怎么眼熟，身上还穿着唐门的服饰。拿掉斗笠一看，居然是死了的大师兄，是鬼吗？是鬼就吓死，这个选项真的是恶趣味。看到饮茶死法，差点以为要重来了。原来大师兄真的没死，这次出现是要我们遵守当初在厨房的承诺。唐门没了，就归隐祖坛去说相声。现在唐门真的没了，那就只好遵守承诺，跟大师兄浪迹天涯。在路上，大师兄跟我们交代了所有事情的经过。原来大师兄这种好事之徒，早早便跑到杏花林算过命，知道自己命中注定有此一劫，
这死而复生是重重元法交织的奇迹。大师兄在修炼唐门绝技飞燕流星铃时，始终无法突破瓶颈，既知命中必有劫难，也怕辜负师门期望，最后铤而走险，修炼当年从极乐幼时手中夺来的魔教秘术九转轮回大法。然而魔功与唐门内功相互排斥，大师兄强行修炼几乎走火入魔，内功不进反退，陷入绝境。当初在唐门山脚下千灯楼处心积虑要除掉飞侠，朝河叛变，将可解百毒的五色泥掺入茶水，彻底化去大师兄的唐门内功。申屠龙随后吸干他所有内力，再拍出一掌，刚好渡气入体。申屠龙练的正是九转轮回大法高级专业版，高到能夺色重生那种。这掌将大师兄体内的九转轮回大法唤醒，使得他掌控主权，将唐门内功与九转轮回大法结合于丹田。等等，笑傲江湖提出抗议，你以为你是令狐冲啊？我们在后山祭拜大师兄的时候，大师兄看似在吃土，实际上九转轮回大法无声无息的圆满，以真气自行按摩心脏，解除假死状态，轮回书生。事情就是这样。至于武林盟攻打唐门的时候，大师兄在哪？这就是另外一段故事了。讲完这段相声后，在场的所有观众很热情的按赞订阅并开启了小铃铛，还很够义气的按了热推。故事曲折离奇，听得现场观众提心吊胆。看来唐门双侠说相声的功力比武功还要强。和大师兄的相声组合红遍大江南北，同样的段子说了上百回，客官都还是很捧场。直到月换星移，山河易主，我们和大师兄就这样一起白头到老。直到大师兄先一步寿终正寝，在病榻前说完最后的相声，就这样和大师兄实现了当初在厨房的承诺，做了一辈子的相声，直到白头偕老。我非常喜欢这个结局，当初在 demo 的时候我就一直想着大师兄的下落，没想到梦想成真，真的有大师兄的专属结局，真的是难能可贵。那么肉肉打击我们下周见，再见。